青灵，青灵，怎么了，青灵？啊，青灵，青灵没事吧？青灵，醒醒！青灵，快，叫救护车，赶紧送医院！青灵，你醒了。哎，慢点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昨天……青灵，你能看见我了吗？真的，我能看见了，我又能看见了。我去找医生啊！医生，我能看见了。段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没去医院呀？我去医院干什么？您不知道？哎呀，您家那个失明的女孩突然晕倒，被送进医院抢救了。真的？啊。他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，不过也有过先例。病人在头部受到撞击后，视力又恢复了正常。不过具体情况如何，还要做个全面检查。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哎呀，那丁海，你在这照看他。天朗，你跟我去找苏南。好。哎爸，还是我留下来陪青灵吧。丁海，辛苦你了。丁海，那你跟我走。哎，6床病人该换药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我妈离开段家了？为什么？青灵，你先别激动。我妈走了，我怎么能不激动？你干什么？我去找她呀。我爸已经去找了，医生说你现在的病情还不太稳定，需要留院观察。那不是还没找到吗？我妈都离开我20年，我不能再错过她了。让我去找我妈。青灵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着急，我也一样。可是你现在出院只会给大家添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我爸和丁海他们已经去找了，你现在只需要静心养病。你想，等苏娜阿姨回来，你的身体也好了，这才是最好的结局，不是吗？啊，青灵，妈的宝贝，为了你和天朗的幸福，妈妈狠心选择离开。不要怪我，你和天朗一定要好好的、幸福的生活。疗养院，她一定会去看奶奶的。走，我们去找她。青灵，这样，你乖乖的在医院等我，我找到苏娜阿姨，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去疗养院啊！一定要告诉我。放心吧。护士小姐，最近有人来探望过徐奶奶吗？最近这几天没有人来探望过她。不过前一段时间，她的孙女倒是经常过来看她。她最近情况怎么样？没什么变化，什么时候醒过来还要看奶奶自己。谢谢。
你就允许我叫你一声妈吧。我要走了，我要彻底的离开这里。以前我对欣欣做出了太多伤害她的事，我知道，就算拿我的一生，我也弥补不了她。为了她的幸福，我只有选择离开。可是妈，我想陪在我女儿身边，我想看着她结婚，看着她生子，我想把亏欠她的都弥补给她。欣欣，她很依赖天朗，他们彼此也非常的相爱。虽说我真的想陪在我女儿的身边，我想了想，我就算是陪她，能陪她多久？毕竟我现在这把年纪了。可是天朗不一样啊，他可以陪欣欣一辈子。我相信天朗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欣欣的。我离开了，天朗和欣欣也就没有阻碍了。妈，你快点好起来吧。你好起来以后，你可以陪着欣欣，那我这辈子真的就可以放心了。妈，我把欣欣交给你了。雪晴，秦陵恢复视力了，他看得见了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他就是个祸根。我向你汇报一下，我打算去看一下秦陵。不准去。我想去那里看看有什么线索可以找到南阿姨。那也不准去。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了？现在只要我们把清灵赶走，就算天下太平了。你没看到爸的样子吗？不找到南阿姨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那就让他慢慢找。你听我说，如果我们先找到南阿姨，在爸那算立了个大功。最近爸答应我们要给孩子2%的集团股份，但孩子没了，你也没拿到股份。如果我们这次可以找到南阿姨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跟爸开口要这个股份了。那行吧，那你去吧。不过你记住啊，跟清灵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。知道。你让我出去！清灵，医生说你必须留院观察。我要去找我妈，你已经在找了，你听我的话好不好？丁海，你干什么你？天朗，没事。医生说他得留院观察，他非要出去。丁海，麻烦你请医生过来，如果问题不大的话，就让他出院吧。怎么你也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换谁也待不住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我去问问医生。对不起啊。好不容易跟他重逢，他又丢下我。郑华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我提笔写下这封信。听见你对天朗说，分开一阵，你就会知道爱情没那么伟大的时候，我很庆幸。
因为我有理由相信，即便我离开了你，你也会很快适应。天朗和青灵都是我挚爱的孩子，他们因为我而被迫分开，各自忍受相思之苦。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。他是为了成全你，别哭了，至少你知道他有多爱你了吧？如果我早知道他会为了我放弃自己的幸福，我肯定不会跟他相认的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会找到的。孩子们的眼泪像硫酸一样滴在我的心上，我的心也变得千疮百孔，疼得让我都看不清你。郑华，我决定跟你离婚，成全孩子们。求你看在我的份上，接受青灵，我会感激不尽。不要找我，我不会再回头了。你保重，苏南。我就是怕有这一天，没想到还是走了，心好痛啊！情况看起来还算稳定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谢谢薛医生。不客气。哎，青灵，青灵，青灵！爸，你还好吗？啊，雪晴啊，回来了，你陪我去报警吧。爸，要不咱们去找找吧？哎呀，我已经派人到处都找过了，平时常去的地方都没有啊。他有心躲你，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找到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离开这里，我要立刻报警。走。长月，我来了。你可能不想见我。如果当初我们不离婚，老天爷也不会惩罚我，不能陪在女儿的身边。长月，不管你怎么恨我希望你在天之灵能保佑妈妈和青灵一切平安顺利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你这个永恒，是你留在世上唯一的作品，我不配拥有它，还是让它在这陪着你吧。我妈真的来过了，她真的来过了。妈，你在哪儿？妈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是星星。妈，我是青莲，你在哪儿？你别丢下我一个人。妈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就在这里等了。什么时候找到人，我什么时候走。我们已经派人尽力去查找，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爸，人家警察也要下班的。爸，对不起啊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赶紧劝劝爸，我劝不动他。我来劝爸，你先给天狼爷打个电话。怎么样了？爸，我们稍管齐下好不好？这边让警察找着，我们自己也出去找找，说不定有什么地方咱们遗漏了。苏南能去的地方我都派人找过了，毫无线索。现在我就在这等警方的消息。
走，去那边看看。走。师傅，停车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前面有个女人跳海了。跳海？马上过去，在那边发现一具女尸，40到50之间，让我们过去看看。好，我们走。女尸？爸，不会。爸，苏南。爸，快，先快！怎么了？救护车，救护车！赶紧！爸，来让一下，来都让让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位女士，你认识死者吗？不认识。走。妈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喂，青灵，不好了，我爸住院了。是吗？你们家是怎么了？排着队上医院呢？薛医生，我爸现在什么情况？再强的心脏也经不起折腾，更何况他都这把年纪了。你们这些做子女的，就不能为老人多着想一下吗？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？再观察2天吧。好，谢医生，谢谢你。都怪你。爸，青灵，你这个害人精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你还嫌害我家害得不够惨呢？雪晴，少说2句。青灵心里也不好过。他把爸害得都住院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作孽呀！这都是我做的孽。爸，当初你非要认这个女儿，非让她住进我们家，现在好了，苏南走了，你也进医院了，我们家全散了。她就是个扫把星。雪晴，苏南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太自私了。现在报应来了，看来你还是恨我。爸，叔叔，爸，你别激动啊。爸，丁海，那具女尸确认不是苏南阿姨。爸，叔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叔叔。罪魁祸首，离我爸远一点。这跟青灵没有关系。你们2个够了，爸都这样了，你们还在他面前吵。天朗，你先送他们回去吧，我留在这里照顾爸。还是我留下吧。你要留下来气死我爸呀！雪晴，天朗，那辛苦你了，我明天一早来换你。走。雪晴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明天你醒来，第一个看见我，应该会很感动吧？副董回来了。兰嫂，我爸的床铺都晒过了吗？晒了，被子和床单都是雪晴新买的。我不要新的，给我换回来。我就用以前跟苏南一起用的。行，我马上就去换。天朗、青灵，你们俩跟我来，我有话要说。哎，爸叫他们俩过去说什么呀？会不会是要赶青灵走？
看在苏南的份上，爸也不会这么做。爸，你没有骗我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们结婚吧，今天就把消息告诉媒体，让他们当头条，多报道。爸，您是希望苏南阿姨看了这则消息之后能够回来？她的离开就是为了成全你们。我按照她的心思做了，她也总应该给我个机会。谢谢爸。谢谢叔叔。我反对。雪晴，爸，你老糊涂了。他们俩要是结婚了，苏南就更不会回来了。雪晴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如果苏南回来了，青莲是管他叫妈还是叫婆婆？天狼你呢？继母也是妈，怎么可能又当你岳母呢？雪晴，再加上我到底是你姐姐还是你大姑子？如果再加上丁海，我们全家就全乱了。雪晴，经理，我们走。爸，不能让他走，不能让他通知媒体。如果通知媒体就来不及了。爸，你不是最在乎面子吗？面子，我就是太要面子了，才落到现在孤苦伶仃的下场。你怎么就孤苦伶仃了？你不是还有我们吗？雪晴，你按爸的意思吧。丁海，爸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你也不知道吗？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了，记者会写出一本书，会写出一部电视剧的。丁海，警察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哎呀，丁海，你带他出去吧，我想静一静。爸，你不能让天老去通知媒体。雪晴，爸，他们要结婚就全完了，爸，不能这样。雪晴，不管青莲和天狼要怎么称呼我们，你苏南永远都是我段正华的老婆。金莲，金莲，怎么样？消息已经发出去了，很快就能见报。希望苏南阿姨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。真是太好了！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叔叔竟然同意我们俩结婚了。要不要掐你一下？你快掐我一下！真的？哎，你还真掐我？这段时间我可比你痛苦多了，这点小痛，就当是给你的惩罚。我也不比你好过。至少是你先摘下的戒指，叛徒，害得我又得花钱去买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去买。快点，赶紧把你套住！啊，我不去。为什么？看，这个不是被我扔了吗？嗯，你又捡回来了？对啊。真是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你真是太可爱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得赶紧把你名字改回来。你姓穆，以后就叫你穆青莲，省得以后有人称我们是兄妹。对，我叫穆青莲。希望妈妈看到这个消息可以早点回来。奶奶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们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奶奶。奶奶，原谅我好久都没来看您了，实在是出了太多事情。不过我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叫穆青莲了。你开心吗？奶奶，我再告诉您个好消息，我和青莲啊要结婚了。我相信您一定会祝福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家属来啦，现在是按摩时间。啊，那我帮你一起。
有这里都是有穴位的，你要按准穴位，这样才有效果。还真是隔行如隔山啊。对啊，前2天就有一个阿姨，她就很专业，一看就上手了。阿姨是来看我奶奶的吗？她长什么样子？很漂亮，很有气质。听说以前学过医，做过医生。天啦，那肯定是我妈。她什么时候来过？前2天下午吧。那她什么时候会再来？您知道吗？没有说。那她会去哪儿？护士，是这样的，她是我们的妈妈，我们正在找她。如果她下次再来的话，你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。好，谢谢啊，护士，一定通知你们。麒麟，我就知道她有来过。珊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雪晴姐，怎么了？又不着急？出大事了！天朗要跟青灵结婚。什么？天朗不听段叔叔的了？我爸同意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段叔叔怎么会同意？我爸真的同意了。现在我说什么我爸都不听。你去跟他说说吧，也许他能听你的。他怎么可能会听我的？不然你放弃天朗，以前我爸帮你顶着，现在呢？现在你怎么办？爸，你看谁来了？段叔叔。珊珊啊，来，坐。段叔叔，这才几天没见，你怎么这么憔悴了？被天朗的事愁的？可不是嘛。改天啊，我替您收拾天朗啊。珊珊，是我们段家没这个福气，错过了你这么好的儿媳呀。段叔叔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天朗要结婚，消息都已经发出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向你和你爸爸道歉。叔叔，不是和我爸在谈合并的事情吗？怎么你要放弃吗？您就不为集团的将来考虑了？哎呀，爸，合并的事情你要三思啊。结婚的消息我们还可以想办法处理。珊珊，你听我说，与其找一个喜欢的人，找到一个对的人更重要，因为这个人是要跟你过一辈子，错不得。说这些，我不是想为天朗开脱，我是为你好。这么说，我是被天朗和段家给甩了。珊珊，等你找到对的人，你就会知道今天一切的决定都是正确的。不，段叔叔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决定是错误的。天朗和青灵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他们2个人的婚姻只会给正太和段家带来耻辱。哎，你这不接电话真没关系啊？不担心你们家公主回头找你算账啊？我要跟她算的账何止1桩2桩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青灵要跟段天朗结婚，怎么到你这儿就过不去了？谁说我为她？你就别装了行吗？你我都是男人，咱们男人就是这毛病，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一听说别人要了，心里边就不舒服。青灵有什么错？人家也挺不容易的。你别挑些我不爱听的说，我找你出来是解闷儿的，不是给我什么忠言逆耳这一套。喝酒，来。哎，台阶。来，哎，一喝就多。哎，你老婆又给你打电话了？不要理她，别理她。那你总不能一个人在这儿吧？要不然我送你回家吧。你别管我，你走吧。
那我可走了啊。走吧。青灵，不要嫁给他。等我得到一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从前。你永远是我的女人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要不是我知道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怎么把持得住？别闹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呢？你不是说过，我们是陌生人，以后不见面的吗？那是跟你说的。今天我可是来看青灵的。珊珊，别叫我，你不是刚说过我们是陌生人吗？青灵，恭喜你。谢谢你，珊珊。对不起。不准说对不起。青灵，你是我的好姐妹，不准备给我介绍一下你的第2任老公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来祝我的老朋友新婚快乐呀！青灵，你这第2个老公真的太不识趣了，还不及你上一个呢。住口！青灵，你还记得你第1次结婚的时候跟我说，如果不喜欢他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不嫁给他。那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呢？我们走。怎么了？珊珊，我和天朗就要结婚了，我希望你可以祝福我们。青灵，我祝福你，不是你们，你们就尽情的享受这个好时光吧。不过我记得新郎的心脏不太好，可千万记住了，不能太激动。还有青灵，你也不是第1次洞房花烛夜了，应该会心平气和吧？鞠珊珊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怎么，新郎官生气了？就开个玩笑嘛，经不起开玩笑啊！我说青灵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结婚都不通知我，还让我看报纸才知道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好姐妹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我早就原谅你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结婚礼物？不需要，我们的婚礼是不会邀请你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备什么礼物。你们不仁，我可不会不义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精心准备一份大礼，敬请期待吧。那我现在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别理他。夜不归宿，还不接电话，被我逮到你就死定了。我好怕呀！要不我先逃跑算了。你干嘛穿成这样啊？走，约会去。你疯了！现在是工作日。这件事比上班重要多了，关乎我们2个的终身幸福。你为什么昨天夜不归宿还不接电话？
我在度假村连夜加班，就是为了腾出时间今天跟你约会。那你也该先给我打个电话呀。我要是先告诉你，惊喜不就没了吗？我们结婚时很匆忙，我一直很遗憾。婚后呢，我们都没有去蜜月旅行，你和我几乎没有什么美好的爱情回忆。今天是天朗和青灵试婚纱的日子，对吗？爸同意他们结婚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不痛快。我怎么觉得是你心里不痛快呢？雪晴，不要再为了其他人而影响我们了。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你还有很多理想要实现。我也知道话是这样说，但是做起来好难啊。所以我才带你来这儿，痛痛快快的玩一天。我们把所有不好的情绪、情感，所有的压力，通通扔掉，然后我们重新开始新生活，不要再被任何人影响，然后选择彻底相信对方，依靠对方，因为我们只有彼此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之间没有秘密，只有信任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玩吧。段副总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啊，恭喜！谢谢，请。爸，先进去吧。再等会儿吧。婚礼要开始了。好吧。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一对新人入场。我好紧张啊！我也是，感觉这条路越走越窄。今天，在爱的名义下，一对新人结为夫妻。段天朗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穆青林小姐为妻？不论贫穷、困难、病痛，都对她不离不弃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穆青林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段天朗？不论贫穷、困难、病痛，都对他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在场的各位，是否有人反对这场婚礼？没有，我反对。珊珊，你要干什么？珊珊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
各大媒体都在，别搞得太寒碜。段叔叔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听你的了。我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公道。段天朗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结婚。段叔叔，这张照片不是合成的。我跟天朗是这种关系，他没有跟我说清楚，怎么能和别的女人结婚呢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君小姐，你也是生意场上的人，逢场作戏是手段，手段耍得好是你的本事，但拿手段当令箭，不太适合你的身份吧？今天是我们段家的大喜之日，你不要捣乱。我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今天想请各位媒体帮我做主。我怀孕了，孩子是段天朗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这一份胎儿检验报告。丁海，你还认为我在玩手段吗？段叔叔，您是长辈，我背着我爸爸来这里，已经丢尽居家的脸。我想，你一定会当着大家的面，给我们母子一个公道吧。麒麟，麒麟！爸，走，快等着，别看了，你说两句吧。别看了。如果那个 B 超照片是真的，那就恭喜你弟妹；如果不是，那就赶紧真的怀孕。麒麟，麒麟，怎么？你不相信我？相信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婚礼现场？因为你没有否认。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你真的不记得吗？没回家那天晚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承认跟珊珊在一起，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。我去向他讨证过，他跟我说，我们那天没有发生什么。那天他约我去，是说要放弃我，
是想要设计陷害我。我们见个面吧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青灵，叔叔应该很生气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那你呢？你不跟我一起回家吗？我要换衣服，你走吧。我在这里等你。不要等我。珊珊，别喝，给我。莫非照片是那晚他拍的？珊珊，珊珊！君叔叔，我找珊珊有急事，你能让她出来一下吗？君叔叔，你敢欺负我居士平的女儿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！君叔叔，您先别发火。那天我就在你们家门口跟他确认过，他亲口告诉我说，我们之间没有发生需要我负责任的事情。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现在就给我走，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你。君叔叔，您别发火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珊珊。你如果不想把事情闹到警察局的话，你马上给我走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来找你的。滚！滚！你好，里面请。这边请。青灵，坐啊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先吃点吧。我没有胃口。我知道，现在叫你吃东西不太合适，但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必须要保证营养的摄入。青灵，你理解吧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没有什么要问我吗？为什么要挑今天这个日子说出来？对不起，今天我确实不好，我不该破坏你的婚礼，但是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不是说你已经决定放弃段天朗了吗？是，我确实已经决定再也不要见天朗了。可是那天我们喝了酒，喝醉了之后，就发生了那种事。可是事后我发现天朗根本就不想对我负责任，毕竟酒后乱性也不能怪他。所以，我就决定照天朗的意思做。天朗的意思？他希望我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，我同意了。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怀孕，而且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要结婚的消息，我知道我彻底没有机会了，所以我就想把孩子打掉。珊珊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反对的，因为你也有过孩子。在我上了手术台之后，我就反悔了。毕竟这个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下手。最后我从手术台上逃走了。青灵，你也当过母亲，我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？我当然能理解做母亲的心情。青灵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弃天朗吧。就算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给我和孩子还有天朗一次机会好吗？其实段叔叔根本就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只是看在南阿姨的面子上，他才没有反对到底。这一点你很清楚吧？
奶奶，我当初为什么不听你的话？我怎么能跟段天朗在一起呢？为什么您不在我的身边？我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可是就算这样，我还是不想放弃他。奶奶，你进来跟我说说话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奶奶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奶奶。青灵啊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总不能让珊珊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爸爸。我没见过比你更好说话的女人了。定海你让给了段雪晴，这次段天朗又打算让给珊珊呢。珊珊说的对，段叔叔也不希望我和天朗在一起。段家人真是狠心。哎，秦灵，这样吧，你趁着这个机会搬出来住，免得受段家人的气。放心吧，妈妈的事我帮你一块儿找，好吗？秦灵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跟我回家吧。我先走了。秦灵，怎么了？现在看他不想看我，你是不信任我是吗？可你刚刚在婚礼现场，你还说……你别说了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哎，秦灵，考虑好了吗？爸，你跟青灵该有个了断了。我说过，我是不会放弃青灵的。是你自己犯的错，你就乖乖的接受惩罚，收拾好跟青灵的感情，然后对珊珊母子负责，这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。我犯什么错了？负责？你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？尽快与珊珊完婚，这是最好的，也是唯一的解决方式。我敢确定，这是毁了我的方式。没想到我段正华的儿子是个这么自私的人。是我对你期望太高了，才会这么伤心吗？对不起吧，我脑子太乱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集团、家族背后的利益都牵扯进来了。董事们会很快召开董事会的。我也不想管你了，一切你自己决定吧。青灵，你回来了。你不肯看我，也不让我碰你。青灵，你已经给我定罪了是吗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可我到现在都无法相信珊珊所说的一切，这太荒唐了。有哪个女人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？何况是珊珊这样的名媛，她可是山城集团的大小姐，她和她爸都丢不起这个人。珊珊的事你打算怎么办？
如果珊珊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那孩子的事情我会尊重她的意见，可是对她，我只会把她当成一个坏人。青灵，那你呢？你还肯接受我吗？段天朗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！我真是看错你了，原来你是这么没有担当的一个男人。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今天你们每个人都说对我失望，可是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和我爸，我两个最亲近的人，你们都已经给我定了罪。你宁可相信珊珊的一面之词，也不肯相信我。就算珊珊所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应该问问我现在的心情吧。从婚礼的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狱，我心情好受吗？所以你还没有决定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你知道我想……我来替你决定。听叔叔的话，跟珊珊结婚吧。你疯了！我绝不会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就跟我妈一样，离开段家。爸，你有一手没睡啊？儿子的婚礼被毁，满心期待会出现的老婆也没来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雪晴，你是不是觉得爸特别失败？怎么会啊，爸？谁家父母跟子女不吵架，您就别较真儿了。拿着股份哄子女结婚的爸爸，这世上恐怕只有我一个了。天朗跟庆龄结婚，你也给股份了？我说的是天朗和珊珊结婚。你拿股份当诱饵，诱惑天朗跟珊珊结婚？2%的股份，天朗不会在意的。我说的是要给他10%，他眉头都没眨一下就拒绝了。10%？居士平已经给我来电话了，天朗必须娶珊珊。那您说的10%的股份，是我们正泰的股份，还是跟山城合并之后的股份啊？爸，雪晴，我都听到了。爸太偏心了，给我2%，却给天朗10%的股份。他是儿子，理应要继承家业，而且他娶了珊珊，等于是给段家取了个金矿，当然要多奖励了。那如果天朗有一天真的想通了，娶了珊珊，爸又把股份给了他，在公司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爸真是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办法不是没有，但是需要钱。说清楚。这个办法很简单，我们想办法扩充资金，然后从外围扩充正泰股份。我的钱我爸都知道，不能动。这我知道，所以我说要想别的办法搞钱。有办法吗？我可以请以前杂志社的同事打听一下。尽快选一家公司给我，我把假资料给你做满了。需要多久的时间？越细需要的时间越久，
我需要的是做成正规的度假村工程供货商的资料，让段雪琴看一眼就满意的那种，你懂吧？不喝了，我还有事，电话联系。秦岭，秦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在我面前不用掩饰。我以后不想哭了。何苦为难自己呢？如果花圃还在，我会和奶奶在一起。现在还生活在花圃，肯定很幸福。我也在想，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呢？你脸色很难看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不需要任何人关心我也不想再依靠谁。我知道我已经没有资格向你保证什么了，就让我送你回去吧。至少现在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一家人。秦岭，走吧。